别再说什么复苏了，别再唱什么反弹了，我们眼睁睁看到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崩塌，是一个国家财政的四面漏风，是人民的钱袋子被一点点掏空的全过程。2025年5月，中国终于彻底坐不住了。一连串密集操作，地方财政告急，国债减持，降准放水，税务出击，几乎每一条消息都像是末日前的警报，我们没钱了，我们真的快撑不住了。你能想象吗？连广州这种一线城市都在要饭。5月8日，有广州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爆料，是直属机关的绩效奖金一直没有发，拖了好几个月了。这不是偏远山区，是中国南大门， GDP 破3万亿的大都市。再往北，郑州积水区5月16日，有教师披露课后延时服务费不发了。这可是国务院推动的教育改革重点项目，如今也成了地方政府赖账的工具。河北更惨。5月15日，承德网友说，当地医院大幅降薪，连教师工资都要医院垫付。这是什么年代？医院救人也要救财政。福建也塌了。有网友爆出自己5一期间被叫去福建某地派出所喝茶，跟民警聊起来才知道，他们的工资从去年底就停发了。本来以为5一会补发，结果想多了。你可以说这些只是个别现象，但当全国各地同时出现相似画面时，就不是孤立，而是系统性崩溃。国库空虚到了什么程度？北京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收网海内外资金了。2025年5月初，湖北、山东、上海、浙江等4地税务局在48小时内同步发布公告，对中国居民的境外收入进行全面核查。这不是常规动作，而是背水一战。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3.5%。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工厂关停，是无数企业利润下滑，是就业市场冰封后的全民低欲望社会。为了抢钱，他们搬出了以前压箱底的那套定义。在中国有住所，哪怕人在国外，都算税收居民。一年在国内住满183天也算。甚至连6年豁免期的政策也过期，意味着海外收入也必须申报。专家一针见血，扩大税基，其实就是财政吃紧到极限，要从民众口袋里再榨出点油水来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，要么向境外转移资产，要么跨境就业。这些财富一旦流出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北京当然要急了。于是我们看到在小红书、抖音、知乎等平台上，香港开户新加坡税务避风港瞬间爆火，相关内容一夜之间增长数倍。普通人开始意识到，国家开始打你钱袋子的主意了。不仅是老百姓的钱要跑，连国际资本也在大逃亡。财经媒体披露，曾高喊我要买入所有中国股票的美国投资大佬戴维、泰珀悄悄在1季度大幅减持中国股票，幅度高达20%至50%。减持对象包括阿里巴巴、拼多多、京东、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。这些名字一度是中概股的代表，如今却成了他割肉止损的牺牲品。而他曾在2024年9月的 CNBC 节目上信誓旦旦，中国政府出手刺激经济，我不怕关税，要买就买全部中国股票。结果不到1年，他比谁都跑得快。这不是孤立，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在快速蒸发。摩根士丹利、贝莱德、高盛等机构也在过去半年不断下调对中国资产的评级。资本的脚投票已经说明一切，他们不再相信这个国家能走出泥潭。中国财政不仅内部撑不住，外部也在断供。2025年3月，中国大幅减持美债，持有量降至7750亿美元，被英国超越，跌出前2名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从2019年起，中国就一直在减持美国国债，从最高峰的 1.3 万亿美元跌到现在的7750亿，蒸发了超过50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支持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是因为中美关系差吗？不完全是，更大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没钱继续借钱给美国，我们自己要还的债太多了。美国财政部5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明确指出，英国、日本、比利时都在增持美国国债，唯独中国逆势减持。中国正在拆东墙补西墙，用过去积攒的美债储备来救国内债务黑洞。但问题是，美债抛光了，后面拿什么救市？5月15日，中国央行宣布年内首次降准，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.5 个百分点，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更是直接大砍5个百分点。这不是为了提振经济，而是一个信号，我们连银行的钱都不够用了。这种级别的放水，看上去像是救市，实则是在稀释老百姓的存款。你可能觉得降准了，房贷利率会降一点，压力小一点，但别忘了，背后的代价是货币超发、通胀上升、资产缩水，连官方的数据都很难掩盖真相。2025年4月，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降至 50.4， 服务业 PMI 降至 50.7， 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.1， 离荣枯线只剩一线之隔。4月 CPI 仅上涨 0.3%， 但 PPI 继续负增长，显示通缩风险依旧高企。实体经济不动，放水只是灌给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杠杆。钱印的越多，民众手上的钱越不值钱。你以为自己还攒着10万块，其实明年只剩9万的购买力。国库吃紧，税收下滑，靠割韭菜续命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摆在北京面前的现实难题。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.9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2.8%， 但如果扣除转移支付和特殊一次性收入，真实财政增速已接近零增长。而在2025年第一季度，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3.5%， 而非税收入却大幅上升 8.9%。这背后的含义是，靠正常税收已经无法维持财政开支，开始用罚款、收费、各种非税手段填窟窿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割韭菜成为惯性反应。比如，河北唐山强行征收居民房屋维修基金，山东临沂要求企业补缴2003年的税，浙江义乌某企业因申报不及时被连罚8笔税款。四川宜宾甚至开始对农民的小卖部征收广告税。一位广东中小企业主在朋友圈感慨，现在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，是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。政府比客户还着急收钱，大佬都开始弃船逃离，中国的未来谁买单？资本是逐利的，但资本的逃离本质是对未来没信心的投票。数据显示，仅2024年，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775亿美元，为5年来最大年度跌幅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资本流动监测报告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净资本外流达835亿美元，创下疫情以来最高。谁在挤兑中国？不是老百姓，是制度本身。最新舆论焦点之一是中国人疯狂跑香港开户的热潮。仅在小红书上，关于香港开户的帖文增长4倍，关键词离岸账户、BVI 注册公司也突然成为热门。而在海外，2024年，中国申请移民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数量合计增长 34%。据澳洲移民局最新报告，仅2024年下半年，中国籍技术移民申请人增加了 52%， 且 90% 以上拥有硕士以上学历。
中国人正在用脚投票，逃的是环境，躲的是税收，避的是不确定性。不敢创业，不敢消费，不敢投资，成为新时代的三不精神。而一切背后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：信心崩塌。从东方之珠到出口萎缩，中国何时才能止血？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之一，中国2025年第一季度出口总额为7783亿美元，同比下降 2.1%。其中，对欧美国家出口减少幅度最大。中国制造正在失去全球市场份额。据摩根士丹利数据，自2023年以来，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已降至 13%， 为20年来最低。墨西哥、越南、印度等国正在接收中国原有的产业链。日本、德国、美国正在以去中国化为战略目标，大举补贴本国产业。世界正在告别中国制造，但中国似乎仍在沉浸在对世界工厂的迷恋中。出口不行了，房地产塌了，内需又被高房价、高税负压制，靠什么拉动经济？靠降准？靠罚款？靠对外资收割？这不是路径选择的问题，这是资源耗尽的末日逻辑。